啊，这都是走不动道的理想。还有方程豹，这玩意儿好像是1000公里不坏就不坏了，1000公里坏了就完犊子了。这也是修明白的。俄罗斯专修啊，这也是坏的。国产车呀，还得慢慢来呀。据听说呀，这玩意儿质量啊，嘎嘎完犊操。这买车真的不如消停买长城开了啊，刚2新就坏了。这也是，我看给人老毛子整的呀，脸上啊鸡头白脸的，特别委屈。好不容易买台新车，换去。这仅仅是一个小的俄罗斯修车店吐槽，更有很多俄罗斯媒体说中国的 SUV 质量特别差，零部件供应有问题，维修非常的麻烦，这也是活该。在大毛和二毛没有打架之前，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国外品牌是韩系车起亚，但是开打以后，很多合资品牌就从俄罗斯搬了出来，连工厂都撤了。那这个时候呢，中国就有很多的品牌迅速占领了俄罗斯市场，但是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跟国内的一模一样，达到一定的里程数以后，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定个零配件，用一个编号可以定回3种不同的配件，一下子从遥遥领先打成了垃圾，因为到了国外没有那么多水军。没有那么多车评人捧着你夸着你，一下就把你的质量暴露了出来。国内老有一些吊打碾压的品牌，总是说国外卖的不好，是因为国外老制裁我，不让从那买我。突然发现现在他们是在保护你，真的就是我们现在俄罗斯的这些国内品牌，已经在国产车里边已经是天花板了，故障率已经算比较低的了。就这样的垃圾，如果真到了这些发达国家，估计裤衩子都给你罚没了。国产车心里要有数。在国内质量差，各种毛病还可以一点点的改，有质量问题直接水军伺候，遇到硬刚的车主直接起诉，他就是不召回不处理。比如比亚迪的硬要越野方程豹，之前投诉的问题在偷偷的改。万万没想到方程炮厂家在偷偷的改进，这是10月份最新出厂的车，你看一下最后的排气管已经做成了双层，这个解决了排气管尾部生锈的问题，包括后边的传动轴也有了改进，相比上一款云辇的话，传动轴是更粗了，包括内外球笼的结构也是发生了变化。油箱的话这一块也是改进了，距离螺丝的距离是非常远的。插头的话，这个插头也密封也更好了，相比上一款的话也是有改进，新韭菜的改进还是非常大的。这台车目前在安装8毫米厚的镁铝合金下护板，看一下前传动轴，前传动轴和最新升级的云辇的传动轴也是有差异的，这个传动轴也是看起来也是重新设计过的啊，具体优化的点这个不清楚。但是相比老款的话是更粗壮，包括行程的话也是更大了。这么多的问题在偷偷的改进。之前说比亚迪方程豹有缺陷的车评人已经全部封号了，看到这些改进，看来说的都是真的。那之前花几十万购买的车主算什么呢？那应该只能算韭菜长得太高，割起来不心疼。算爱国情怀加持，买到缺陷也是支持国货。让这么不成熟的车型上市，也只有国内车企做得出来，估计应该做的测试都没做完就出来割韭菜了。不会吧？同时最近也出了一件大事，可以说是灭顶之灾。12月3日晚间，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先后发布声明称，建议中国相关行业谨慎采购美国芯片。通报中说，美国政府随意修改管制规则，严重影响了美国芯片产品的稳定供应。中国汽车行业对采购美国企业芯片产品的信任和信心正在被动摇，美国汽车芯片产品不再可靠，不再安全。为保障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协会建议中国汽车企业谨慎采购美国芯片。什么意思呢？以前曾经有新闻报道说，中国的这个汽车，尤其新能源啊、智能化这些汽车上头的芯片，进口的芯片占到了90%以上。90%以上是进口芯片，那么这90%以上的进口芯片当中，又有一大半来自美国。而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主芯片8155和这个8295这种核心的芯片，它正好就是这条新闻之前，美国发布了相关制裁名单，当中也就是说，
7纳米以下的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那么8155芯片正好就是7纳米的，而其后更先进的8295芯片则是5纳米的，两个核心芯片都在不安全的范围之内。那么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汽车之路直接堵上了。我们以高通为例，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些主流的电动汽车用的都是高通的芯片，极氪007搭载高通8295芯片，小鹏 P7 加搭载的是高通81555的芯片，蔚来 ET7 老款用的是8155，新款用的是8295，比亚迪的海豹搭载的是高通的690芯片，比亚迪汉 F。老款用的是高通665芯片，新款用的是高通8295芯片，理想的 L9 用的是高通8295芯片，极氪 X 用的是高通的8155芯片，还有一个想借 S9 用的也是高通的8295芯片。对于说英伟达，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做智能驾驶的车型用的都是英伟达的芯片，现在官方号召我们谨慎采购美国芯片，咋个谨慎法呢？是不采购了不造车了，还是暂时不去弯道超车了？如果我们不采购美国芯片，那么有没有替代品？更有意思的是，评论区说是他的车害怕被遥控爆炸，那好，上面的这些车要不要集中的去抵制一下呢？这个警告听起来就像一个笑话。有人说这次美国对华第3轮制裁是一场抄家灭族式的芯片战，中国这次反击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极其罕见，全世界都认为中美本轮科技交锋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原因很简单，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制裁，而是抄家灭族式的全方位定点爆破，不论是在颗粒度上，又或是覆盖面上，都远远超过之前的力度。这么说吧，如果你仔细把这140家上榜企业也都筛查一遍，就能发现，但凡有点实力的中国企业，不管是水面上的还是水面下的，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生产单位，不管是零部件供应商还是终端成品，都在打击范围内。你要是还不明白事态严重性的话，听我说下面几点就懂了。第一，中国头部芯片企业的核心供应商全部被封杀，和战争一样，擒贼先擒王，永远是最有效的破敌手段。芯片战也一样，只要把中国头部芯片企业打垮，那么依赖头部企业做配套的供应商就会因为群龙无首而全军覆没。浮在水面上的中国头部芯片企业有2家。一个是最大终端应用商华为，9家核心供应商全在美国制裁名单上，其中为局厂提供晶圆代工服务，也就是芯片制造的鹏芯旭，以及为局厂供应存储芯片业务的升维旭，更是被标注了最严格的制裁。另一个头部企业是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不管是核心供应商，如提供刻蚀设备的北方华创，还是各个子公司，如中芯北京、中芯北方、中芯南方，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没有一丝纰漏，不留一线生机。第二，芯片5大产业链上的所有中国企业全部被封杀，生产一枚芯片涉及到原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5大环节，相关中国企业无一幸免，全在名单上。比如原材料端有南大光电、上海新生、有源新材、万润等公司，涉及范围涵盖硅料、化学气体、化合物半导体、光照、光刻胶等半导体原材料。大部分领域设备端有北方华创、拓金科技、凯视通、社美半导体、中科飞测、华海新科新源，微范围涵盖涂胶显影、刻蚀薄膜沉积清洗、去胶离子注入 CMMP、封装测试等半导体设备的全部领域，设计端有华纳9天寒5G、上海新物科技等。不管是芯片设计公司，还是为芯片设计提供工业软件的的公司，都在制裁名单。制造端除了中芯系全员上榜，还有华虹办公脑体、福建晋华、青岛兴恩、武汉星星、东方晶源，涵盖功率器件模拟芯片、MCU Dream 等所有中国能自己做出来的芯片。封窗短有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丰测控、文一科技等，涵盖双列直插式封装、小外形封装、方形扁平封装、球战阵列封装等所有封装模式的企业。第三，不只是芯片生产端，为芯片提供非生产业务的相关企业也被封杀，比如从事芯片技术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庄江实验室，以及卫星芯片提供融资和投资业务的智路资本华润 V， 全被美国一网打尽。第四，封锁力度空前，基本达到粒米不得出入、片板不得下海的地步。以前美国公司想要继续出口产品给被制裁的中国公司，可以向美方主管单位申请豁免，审批通过后依然能出口管制产品给咱们。比如2019年华为被制裁后，高通和谷歌就通过取得豁免，得以保持跟华为的合作。但这次制裁，凡是涉及到先进制造的公司，如中兴系、华为系，不会再有审批程序了。
直接拒绝，连窗户都给你焊死了。另一方面，这些公司也无法再从韩国、日本、荷兰等其他西方半导体大国购买任何产品和技术服务，就是拉着盟友封锁你，不给你一丝喘息的机会。第五，跟随本轮制裁同步进行的还有美国各大科技公司的全面去中国化，凡是涉及到中国含量的零部件统统禁用。自特朗普授权以来，已有戴尔、惠普、微软、思科等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准备在其电子产品中全面禁用中国制造的芯片。美国3家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要求到2026年这个节点，需要把在美国销售的一切产品和在其他地方销售的台式机、笔记本服务器中使用的芯片都不可以在中国境内制造，会不要求把涉及到中国供应链的零部件尽快转移至东南亚生产。微软则要求供应商在明年把 Surface 和 Xbox 的产线移出中国。美国最大的通信技术企业思科之前要求芯片最终封装地不能是中国，现在要求除了封装地之外，芯片制造地光研磨产地都不能是中国了。美国2大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应用材料和范林集团要求其供应商的生产线不仅需要在中国之外，其股权结构中不得有任何中国的投资者和股东，否则可能会被替代。从以上5点不难看出，随着董王重返大宝的时刻日益临近，美国从政界到科技界再到商业界都在紧锣密鼓的排兵布阵。他们这一次打光了手里所有的牌，高端芯片让你造不出来，成熟芯片让你卖不出去。没有高端芯片，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础就不稳，成熟芯片卖不出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产芯片供应链就要被饿死。你说这些行为还能叫制裁吗？这就是典型的抄家灭族。美国不藏着掖着了，要毕其功于一役，把中国的芯片产业连根拔起。所以我们的应对措施也不是之前那样张口抗议，闭口破坏供应链稳定，而是冲上去真刀真枪硬干。互联网、汽车、半导体、通信4大行业协会刚说完去美化，商务部就指名点姓的对美国出口管制，有拿出传统技能稀土管制。没有家和者，你连芯片都造不出来，横竖就是这一招。这次美国要对中国芯片产业抄家灭族，我只能说老美加油，干翻他们！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最后聊一个愚蠢的事，广州最新规定将适时实行电动自行车总量控制，也就是说2个轮子的电动车即将限购了，这也是自从上次限速15公里后又一奇招。真的奇葩，愚蠢至极！电动自行车难道是靠总量控制就能管得住的吗？没有了电动自行车，一定就会有电动3轮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脚踏车等等。因为电动自行车问题的核心压根不在交通工具领域，而是经济问题的向外简化形式之一。如果我们看近些年的中国交通工具的变化趋势，就会发现电动自行车已经替代了汽车，成为了新时代的主流交通工具。按照统计局2016至2022年的数据，家用汽车6年间增长了50%以上，而电动自行车同样的时间增长了70%以上，超出了家用汽车将近1/3的数量。在以前似乎不买4个轮子的汽车的原因，要么是你摇不到号，要么是你买了车没有地方停，那一定不是钱的问题。但是真实的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对于富人们来说，摇号和停车都不是问题，而对于穷人们来说，摇号和停车也都不是问题，因为穷人压根就买不起4个轮子的车，但是咬咬牙跺跺脚买一辆1-2千块钱的电动自行车，那还是买得起的。买了之后，一方面每天的通勤费省了，另外一方面通勤时间还缩短了，还不用排队等人挤人的公共交通。试问，如果一个交通工具既方便又便宜，相对还舒适，那我不买它，我买什么呢？如果电动自行车超出了承载限度，那么要做的难道不是拓宽电动自行车车道？难道不是该以旧换新，允许居民拿电动自行车换新能源车吗？只是靠限购、靠罚款、靠规章限制大家骑车出行的话，要么他是看上了你的车，要么他就是盯上了你的钱包。毕竟只有制造困难，才能把解决方案变现。如果真的是想帮大家解决出行的问题的话，这么愚蠢的方案，猪都想不出来。浙江对讲机史上最严新规出台了啊！大家基本上可以放在家里睡觉了，因为你随便按照以前的使用方法肯定是违法了。首先在频率上面限制了，跟上海一样，只能在144到146这2兆区间内使用。之前的这个430到440兆的这个频率区间一律禁止了啊，就没有这个频段了啊！大家不要来跟以前的用法一样了啊。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每年有5%的这个抽检。需要你回答如下10几个问题啊，然后呢，在这个中继台呢也做了一个严格的限制啊，只能在这个
0.6兆的这个差频间使用，而且每个城市规定了中继台只允许在这几个频点啊，而且呢，中继台必须要24小时有人值守监听啊，如果你没有人监听，你必须把这个中继台给关掉啊。大家想一下，中继台放在那里，你上班还是干什么？上班做饭你都得进行这个监听啊，而且你随时要有远程关闭功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还需要有录音功能啊，必须保持6个月的这个中继台的这个录音设备啊。大家想一下，这个规则你们现在的中继台有没有在严格的执行呢？如果在关于这个业余无线电台，如果你的电台是自己做的拼装的啊，你需要购买元器件啊、电路图啊、这个元器件列表，什么玩意儿都有啊，所以说都是很严格的。大家关于这个对讲机的使用一定要注意这个新规定啊，否则就违法了。大家关于这个使用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呢。